这一看，这可能是我在这2个月里看到超车最丝滑的老哥了。不论是车速还是对线路的判断，这老哥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当他跑起来时，路上的车流看上去仿佛就真的像静止的 NPC 一般。那实力如此恐怖的老哥，在面对多架直升机时，还能否顺利走掉呢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4HP 加州高速婚车队的阿 Sir 和多架直升机顶上了这辆飞得很低的银色轿车，起因是车里的老哥涉嫌入室零元购，临走时还顺手摸走了这辆野生汽车。本以为是小小毛贼，小打小闹，但这老哥车速出乎了所有人意料。眼看路上的 NPC 仿佛在往后倒，这速度简直就是飞天大盗。雷达显示，老哥的车速始终保持在220公里左右，这已经超出了这条路限速的100%。这一波超车可谓是相当果断，再犹豫1秒，节奏就会被打乱。而我还在上一波的操作之中感叹，老哥已经在前方开始了左突右窜，面对密集的车流，他的超车线路可谓是毫无破绽。这丝滑程度如果不是惯犯，那老哥也绝对身经百战。纵使是对各种老哥司空见惯，这老哥的操作还是让直升机为之一颤。眼看来者不善，地面部队更是直接放弃了追击的打算，等直升机拍到老哥车速变慢，他们再出来开干。这种以逸待劳是加州阿 Sir 常见的手段，对此老哥似乎并不在意。此时的他正全身心地感受着这辆车，在一次次超车中体验着这辆车的极限。哪怕是面对前方匝道转弯，他也没有过多的减慢车速。看来除了驾驶技术过硬以外，老哥对这里的地形也非常熟悉。而这辆车如此强悍，究竟是什么型号？相信大家也十分好奇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雷克萨斯 GS350，这款车搭载3.5自吸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06，100公里提速5.7秒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230公里每小时，这是真正的公路闪电。此时的老哥状态正佳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。从直升机给的特写镜头可以看到，虽然老哥正在暴力驾驶，不断的超车，但看上去却一点都不鲁莽，甚至还带着几分从容和几分优雅，颇有一股西装暴徒的即视感。而他也并非在一味的直线行驶，不断的切换高速，防止被阿 Sir 预判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当老哥切换高速之后，便将阿 Sir 的部署全部打乱，现在只能对老哥的新路线重新预判。这里是加州的105号高速，而这条高速的尽头是洛圣都的国际机场，距离仅仅只有20公里，以老哥这个车速，只需要6分钟就能到达。要知道此刻老哥身后根本没有地面部队，如果就这样让他一路开到了国际机场的禁飞区，那么多架直升机都将变成无头苍蝇，老哥也自然轻松完成消息。计划如此之缜密，他能顺利完成吗？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不愧是人杰地灵的洛圣都，这老哥居然是位6星大佬。不过从他所展现出来的车技来看，想必也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。而眼看胜利在望，老哥的操作愈发激烈了起来，2车道走3台车已经是基操 ，NPC 更是一个个的像挂上了倒档，飞速的后退。此刻的他气场恐怖如斯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公路闪电，仿佛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消息的脚步。而眼看老哥消息已成定局，直升机不断的给他特写，想看一下这老哥究竟是什么人物。虽然看不清老哥的长相，但能看清他穿的是白色 T 恤，副驾上还有一位身着粉色衣服的队友。现在尽可能的得到一些特征信息，方便跟不上之后地面部队发力，至少好过大海捞针。而此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，老哥的行车路线越来越靠右，明明左侧更好走，这是为何？而就在此时，前方又一次出现匝道，老哥居然不是去机场，他又一次选择切换高速。在105号高速走了一半的时候，老哥突然右转，来到了110号高速向北行驶。这条路直通洛圣都市中心，虽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？而且这条路上的阿 Sir 要比机场高速的阿 Sir 多得多。老哥这个选择无疑是在给自己增加游戏难度，难不成是想玩把大的，挑战一下晋级赛？不过以这老哥的车技，确实可以一试，这速度之快，堪比武汉降温的速度。所以晚上睡觉必须裹上神器小鹿泡芙被 Pro， 软乎蓬松，翻身也轻松。Pro 版保暖加倍，也更吸湿、更透气。我这条到手就能抄底价，还有3种尺寸和厚度可选。
上回没抢到的朋友赶紧冲！小鹿的3层隔离设计，用上下2层软红外发热面料生成暖意，中间的超细纤维和3维立体结构负责锁温，我盖一整晚都很暖和，像开了暖气，旧棉被沉重压身，盖上手脚冰凉，时间久还会有味发黄。马上小鹿升级吸湿纤维和莱赛尔纤维，蓬松透气，排出水汽，爱出汗的阿 Sir 也不用再受气。7A 级的抗菌 A 类面料，加了控敏抗菌纤维，洗完澡就是一个贴贴，不用担心跑棉，因为内芯有行缝固定，用洗衣机滚也很平整。需要的兄弟领穿入手，到手全年底价送运险，2年内有问题免费换新，快冲！身为3星小黄鸡的我，自然不能理解老哥的操作，但经验丰富的直升机却是看出了端倪。他立刻联系了这辆车的车主，询问了一下剩余油量，果然印证了他的想法。车主说已经很久没有加过油了，而恰好老哥此时又下了高速，看来不出意外的话，这老哥的销心之路恐怕没有那么顺利。这样看来，老哥也是发现剩余的油量根本到不了机场，所以才提前更换路线，去往人多车多建筑多的地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种情况倒是挺常见，毕竟路边的野生汽车你也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油。只可惜本以为老哥能轻松销心，没想到只是半场开了香槟。现在让我们来看，老哥是模仿英菲尼迪的8星大佬去加油站加油，还是就近找个地方汽车跑路，又或者他还能玩出什么新的花样来？此时进到小路里的老哥车速明显慢了下来，难不成是车已经彻底的动弹不得？哎，停车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真面目。这老哥的外形酷似唐老大，一边跑路一边打着电话，而副驾的队友甚至连车都没下，直接去到了主驾，看样子是准备分头行动。天上的3架直升机一时间不知道该跟谁。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哥的行踪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老哥应该是在给莱斯特打电话，让他帮忙消心。Sorry.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好，做兄弟在心中，有事电话打不通，但老哥头发去无踪，这强者的发型想必样样都精通，徒手翻进房子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轻松松。但没想到没油的不仅仅是老哥，还有咱们坐的这架直升机。现在我们切换到另一架直升机的视角，现在能确定的是老哥翻过窗户进入了这栋房屋，但是车去哪里了暂时不得而知。直升机忍不住想要看一下老哥刚才下车的地点，但就是这3秒钟让他错过了最为关键的画面。当他把镜头收回来对准这栋房屋时，一道白色的身影正在花坛上奔跑，可是镜头移动得太快，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。就这样，老哥成功转移了藏匿的地点，可直升机对此却毫不知情，还傻傻的一直把镜头锁定这栋房屋，并且不断的呼叫地面部队赶紧前去搜捕。而此时他才从地面部队那里得知，他们已经有了收获。在离老哥下车最近的一处加油站，阿 Sir 找到了这辆停在路边的雷克萨斯。此时这辆车离加油站仅有10米之遥，但它却3门大开，早已人去车空。万幸的是，除了油箱见底，车辆没有任何损坏。而在 NPC 的指引下，阿 Sir 们在离加油站不远的院子后方抓到了这位老哥的队友，粉色衣服、粉色鞋子和直升机所拍到的吻合，看来并没有抓错人。2人分头行动，老姐开着油箱已经见底的车去加油，老哥给莱斯特打电话让他帮忙消心，顺便看看能不能再摸走一辆野生汽车。只可惜最后离加油站仅有1步之遥，车辆便彻底熄火，只能说是人算不如天算。而当老姐落网之后，老哥那边似乎也有了新的进展，据说是老哥钻进了别人家里，被 NPC 发现了行踪，于是又一次开始步行逃跑。不少阿 Sir 都已经开车赶往了现场，直升机生怕错过了精彩镜头。来了，看样子是已经找到了老哥。好家伙，这近3米高的围墙是说翻就翻，只不过这白色 T 恤的老哥怎么变成了黑衣小伙？而他的身手确实了得，轻轻松松便和3位阿 Sir 拉开距离，仅1人高的围墙，只是一个箭步便轻松跨过。身后3位阿 Sir 已经彻底没有了下落，可才刚落地，老哥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直接瘫在了地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家伙，原来有阿 Sir 已经超了近路，老哥才刚落地就看见了大宝贝，难怪爬得这么服服帖帖。就这样，老哥落网。而这黑衣老哥究竟是不是刚才开车的老哥呢？是他换了衣服，还是阿 Sir 们抓错了人？从身形来看，2人的身高区别不大，但这位似乎要比光头瘦上不少。由于这位老哥戴了帽子，所以无法看到最为显著的光头特点。不过虽然衣服能换，但有一样东西却不是随便换的，那就是老哥脚下的这双鞋子。对比老哥刚才下车时的画面，这双黑白相间的鞋子非常明显。所以虽然此时老哥摸走了一件衣服，但依旧能确认刚才飙车的就是他。至此，6星大佬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。回顾整场的表现来看，这位老哥实力了得，就是运气不佳。如果不是因为车辆没油，只怕是直升机已经下班回家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